我国公布北部湾北部临海基线，连接东南海基线，结合地图了解一下。我国与越南在北部湾海域存在争议，近期我国北部湾北部临海基线公布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北部湾。北部湾位于中国南海海域北部，故名北部湾。北部湾东起雷州半岛、琼州海峡，东南通过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连，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，西起越南。该海域是我国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。整个北部湾海域都位于大陆架上，大陆架的宽度为260华里，其水深由四周向中间逐渐变深，平均水深42米，最深处约100米。北部湾的面积比渤海稍大，约为13万平方公里。北部湾沿岸注入的河流不多，因此海湾中泥沙含量较少。北部湾内饵料丰富，因此有极为可观的渔业资源，盛产鲷鱼、金枪鱼、鲳鱼等经济鱼类，是我国的优良渔场，适宜发展海水养殖。北部湾内有丰富的油气资源，主要分布在涠洲岛、英歌海等地区。涠洲岛隶属于广西北海市，岛屿南北长6.5公里，东西宽6公里，总面积24.74平方公里。涠洲岛是广西最大的海岛，也是我国最年轻的火山岛。英歌海隶属于海南粤东黎族自治县，总面积12.04平方公里，其东部是我国第2大盐场英歌海盐场。北部湾沿岸有整个广西和越南的众多港口，比如我国的防城港、钦州港，越南的边水和海防，其中防城港和钦州港是我国北部湾港的组成部分。防城港是广西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海港，拥有41个泊位，最大靠泊能力为20万吨级。它所在的防城港市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各国陆海相连的城市。钦州港三面环路，是西南主要出海通道中陆路运输距离最短的出海口。海防是越南第3大城市，面积1527.4平方公里，人口194.6万。该市是越南的直辖市，距离北部湾中的白龙尾岛约70公里，与越南第2大城市河内相距102公里。海防拥有越南北方最大的港口，港口水深3至15米，年货物吞吐量可达300万吨和3万只集装箱。海运可直达胡志明市，路上有公路连通河内，二者之间大约需要1个小时。2. 北部湾临海基线。3月1号，我国发布了北部湾北部沿海的临海基线，填补了我国在该海域临海基线的缺失。北部湾北部海域的临海基线分别是峻壁角、神尖角、兵马角、斜阳岛、涠洲岛、白须公礁。中越北部湾分界线第1界点，临海基线就是这些临海基点的连线。临海基线是沿海国家测算临海宽度的起算线，确定临海基线的位置是确定不同海域管辖权的必要前提。临海基线也是国家陆地领土边界的外线或者是内水的边界。临海基线有3种测量方法，第一种是正常基线法，正常基线是沿海国官方承认的大比例海图所标明的沿岸低潮线。第二种方法是直线基线法，这种方法适用于海岸线极为曲折或者近岸海域中有大量岛屿的情况。这种情况下，可以在海岸或近海岛屿上选择适当点，将其连接形成直线基点。该方法与正常基线法相比，明显拓宽了国家管辖的海域。第3种是混合基线法，正常线和直线基线交替使用。在临海基线内侧朝向陆地的海域一般称为内水。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，主权国家对该国管辖的领海和内海有绝对主权，范围包括水体、海底、上空的主权，其地位与领土无异。因此，临海基线对沿海国家的维护主权和经济权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基线以外向海的部分是领海，领海宽度涉及到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，但是领海宽度却是国际海洋法中最具争议的部分之一。一些海洋强国在最初实行的是3海里的领海宽度，这能保障其在最大的公海区域实行公海航行自由。本质上，3海里领海是西方海洋强国主宰国际海洋秩序的产物。对于弱国而言，3海里的领海使其没有布防的余地。
二战以后，拉美国家掀起了反抗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，将领海扩展至200海里，以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。受此影响，在1982年颁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规定，领海宽度不应超过12海里。目前，包括我国在内，世界上有110个国家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，其他国家既有低于12海里，也有超过12海里。我国选择12海里领海，正好能使渤海湾口与领海接壤，使其称为内海，保障京津地区的安全。领海以外是毗连区以及经济专属区、大陆架等管辖海域。毗连区距离领海基线不应超过24海里，专属经济区不应超过200海里。3. 为什么划定北部湾领海基线？在3月1号之前，我国公布了2次领海基线，分别是部分大陆领海和西沙群岛以及钓鱼岛的领海基线。北部湾的部分区域是中越争议区，因为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，中越在北部湾附近除了拥有12海里的领海，还有不超过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350海里的大陆架。但是北部湾最宽处只有180公里，因此两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就全部重叠。这次划线有助于明确我国在北部湾的权益，对两国海洋争端的解决有重要意义。中越在北部湾重叠区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，并不像中非在南海的激烈交锋。我国是越南最大的原料来源地和贸易伙伴国，越南经济高度依赖中国，而且中国并未侵犯越南12海里领海，因此越南目前没有对我国北部湾领海基线做出表态。